大家好，我老牛啊，最近瓶颈期了，开一个新系列，姑且把这个系列命名为拷打海景房。那顾名思义，这个系列就是来拷打一些价格非常高，被一些群里的哥吹得非常离谱，然后导致越来越多人想去买，价格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情况。真的，我发现很多人买4大海景房只是为了就说的更过分一点，买一哥 W 是不看的，买九口空我是只看过切片的，买高甲甲斗是只知道一个奶奶曾经说过的，樱岛1号可能连那个为什么叫樱岛1号都不知道。关键你买就买吧，钱在你自己身上，你买完还要吹2句，骗别人也去买。你个狗！你怎么跟狗一样？那么这期我们拷打的就是这个2018年发售的高能甲斗了。那么为了增加一点视频看点呢，懂我意思吧？3连再看，养成习惯，我们发车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的体型，这个体型无论是放到现在还是当年看都是非常落后的。是的，因为真骨雕甲斗是最早发售的真骨雕，当时的素体还是非常不完善的，就是这么一款非常销售的素体，甲斗全系都在用。到了这款高甲发售的时候，这款素体已经用了4年，到现在又过了6年了，还在用，我操！万代拿了个臭。我们可以拿 SHF 1.0 的超甲来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这8年间万代技术力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。对，其实也只有4年了。我们现在对比的主要是体型，可以看到这款真骨雕，特别是在4肢以及脑袋的地方是要明显好过 SHF 的。这个真骨雕用上单胯以后啊，特别是在这个胯部啊，很明显是要比 SHF 1.0 要自然非常多。但是特别是这个腰部啊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长进的。顺带我们再讲一下这款 1.0 的甲斗，它相较于前面甲斗产品线的产品是稍微升级了一下素体，可以看到明显是健硕了一些，而它其实是 SHF 1.0 甲斗产品线的最后一款产品了，最后一款也不忘升级一下素体，只能说每个系列一开始确实是很良心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真骨雕的脑袋吧，这一对眼睛确实是做的不太考究，无论是颜色还是里面的纹路啊，都是与皮套相差比较大的，但是里面复眼的细节还是做的非常好看的。如果抛开它眼睛不还原这一点，它这整个头真的是做的非常可以了。皮套上的细节这款产品都是有做出来的，可能就是虫脚上面有一道黑线啊，这款产品并没有用到一个渗线的方式来还原，然后整个胸甲以及背部看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，对皮套的还原度还算是挺考究的，就是这个背后的翅膀啊还合不紧，这个腰带部位包括加速虫都有相当精细的刻画，而且腰带上的机关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活动的，包括加速虫也是可以进行上下翻折的啊。这里我们可以拿出一个 1.0 啊，可以看到这个 1.0 的眼睛颜色相较于真骨雕来说其实是更接近于剧中的颜色的，只不过里面的纹路啊做的是有些太简陋了，这个 1.0 中间的黑线是上了渗线的哇，然后这个翅膀部位也是能扣上的，当然这个 1.0 翅膀这个地方能扣上是因为它的这边做的比较单薄，能扣上也是非常正常的。腰带部分这个 1.0 做的好平面好干瘪呀，而且上面的细节也可以说实在是做的太卡通了，加速虫上面的图案也是完全偷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真骨雕这个可动性吧，头部上下左右毫无压力啊，然后手臂平抬平转以及曲肘的可动性都算是很不错了，胸腰前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的，会因为这个腰带以及胸甲的干涉，这点来说甚至可动性不如 1.0， 左右的幅度还算是可以吧，大腿的前踢以及侧踢都算得上是中规中矩吧，屈膝的幅度算得上是非常可以了，脚的左右接地性呢也是很不错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吧，这款真骨雕海帕甲斗最大的一个亮点呢，应该就是它这个 Hyper Cloak Up 的替换玩法，可以看到将替换键装上去以后啊，它整个造型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，造型给人的感觉上是更丰富了，这些展开的地方内部的涂装也是非常精致的。当然 SHF 1.0 也是有这么一个玩法的，或者说真骨雕的这么一个玩法就是从 SHF 上面继承过去的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SHF 替换的时候插拔一定要小心啊，我这里就断装了，但是我在仔细检查了以后发现这个断装貌似与我问题不大啊。这个里面有一些白白的痕迹，疑似是之前沾死的，只能说各位上闲鱼买东西的话，真的是要好好的仔细的检查一下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真骨雕的百虫剑吧，它里面的虫子呢是和剑身分开的，需要组装一下。而 SHF 1.0 呢，虫子是直接安插在剑身上面的，当然也是可以拆下来的，来还原裸剑这么一个状态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者的百虫剑，左边是真骨雕，右边是 SHF 1.0。SHF 1.0 会比真骨雕要大1圈，而且长度也会长一些，而上面的虫子啊，特别是蜻蜓以及蝎子就明显的感觉做了小了一些，这样就会显得这个虫子的排布不够紧凑，而且上面的涂装以及精度肯定是不如真骨雕的。说实话，握持起来的话，这两者的百虫剑其实差别不大啊，甚至于说我觉得 SHF 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剑会更有感觉一些。这两者都是可以通过翻折来变成一个泡模式的，效果也是非常不错。最后也是这款比较大的一个卖点吧，就是这个光翼啊，可以看到这东西无论是出版还是说再版，它都是说用这种袋子来封住的，并不是说放到吸塑里面的，感觉上会略显廉价，但是效果绝对
对是1等1的赞了。光线照上去以后会有非常好看的偏光，就这个翅膀的表现力来说，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，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水准了。SHF 1.0也有附属这么一对光翼，只不过这个表现力嘛，真的是也是受限于它这2个塑料片的材质吧。然后这款真骨雕的海帕甲斗的话，把玩下来我感觉非常的可惜啊，这个外观造型真的算得上是做的非常优秀了，唯独就是这个系列一贯的素体啊，算是拖了后腿。配件玩法呢，也基本上全是继承的 SHF 的，也着实是把 SHF 的配件给发扬光大了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这款产品素质确实是有，但是噱头更大一些啊。更何况现在它要1000多，在这款产品上根本找不到任何性价比可言。想做这么一个视频系列，就是注意到自己混的群里面会有一些死创哥，天天尬吹海景房，看完真的是要打胰岛素。当然也同时是看一下海景房里面有没有潜藏的冲击波啊。这款甲斗算是勉强过关吧。当然喜欢看这个拷打海景房系列，还请多多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啊！数据越好，更新越快，下期拷打啥你们说了算。